佛说前世500次的回眸才能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，而前世500次的相遇才能换来今生的一次相识。那我想，究竟要多少次的轮回和眷恋，才许得今生的这一世姻缘呢？这一期给大家推荐的是1983年的老电影《大轮回》，该片由台湾著名的胡金铨、李行、白景瑞联合执导。这种导演相互 PK 的模式在华语影坛中是少之又少。剧情则以一把鱼肠剑贯穿30轮回，来讲述了2男1女的恩怨情仇。这种构思可以说是别出心裁，让观众耳目一新。而女主彭雪芬的古装扮相更是惊若天人。但由于这部电影片源稀缺，画质奇差，所以导致看过的人并不多，一直到近年来才有了高清修复。故事讲述了明朝末年，皇帝昏庸宦官当道，朝廷中形成了东厂和锦衣卫2大特务机构。在锦衣卫中最厉害的当属鲁正一，他不仅仅剑术精湛，而且智谋过人。这天，他奉首领马顺之命来到疏远驿站，接两广总督的女儿韩雪梅进京成亲。雪梅对此是万般无奈，因为她和反明义军的首领冯瑞两情相悦，早已立下婚约，并以传家之宝鱼肠剑作为定情信物。而如今面对武功高强的鲁正一，他根本无力抵抗，只好一边假装答应，一边在暗地里寻找逃跑的机会。但行至途中时，鲁正一却让手下押着顶空轿子直奔京城，然后含情脉脉地对雪梅表达自己的爱意，声称要娶她为妻，带她离开这些恩怨是非，归隐山林。当然，这些不过是鲁正一的花言巧语，他的真实目的是要假借婚姻来夺取雪梅父亲的兵权，以增强自己的势力。这天，几人寄宿在山间的一家小客栈中，紧随而至的冯瑞带人趁机杀出，欲要将雪梅救走。奈何这鲁正一武功高强，没几下功夫就将他们给打得落花流水，四散而逃。而冯瑞正当命悬一线的时候，雪梅为了保住她的性命，只好勉强答应嫁给鲁正一。之后，鲁正一带着雪梅翻山越岭，趟水过河，来到了恩师卢子真家。这卢子真原在宫中担任左都御史，后因不能忍受朝廷的腐败和黑暗，遂率领一支义军揭竿而起。如今他为了躲避朝廷的悬赏追杀，所以只能暂时藏匿在这荒山野岭中。而陆正一此行的目的，便是要密谋毒害恩师，以得到朝廷10万黄金的悬赏。俗话说魔高1尺，道高1丈，恩师从蛛丝马迹中看出了他有不轨之心，于是和雪梅配合，下药毒瞎了他的眼睛。雪梅本想趁机逃出魔爪，但双目失明的鲁正一却凭着脚步声将他逼在了山崖绝地之间。就在生死攸关的时刻，雪梅扯出腰间的鱼肠剑，径直朝着鲁正一飞刺过去。不料这一下却阴差阳错，反误杀了恰好赶来的冯瑞。紧接着，鲁正一又反手一剑刺死了雪梅。这正是不能同生，但却同死。然而3人的恩怨情仇并没有因此结束。随着沧海变迁，天道轮回，转眼又到了民国年间。当时班主苗华堂因经营不善，导致戏班面临解散的危机。经过多番打听，他找到了慷慨仗义的富家公子马敬白，希望他能来支持捧场。会面当日还未等得多加介绍，师妹孟华玲便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，和马敬白相视而笑，就好似是故人重逢。苗华堂看着2人微妙暧昧的眼神，心里产生了一丝醋意，因为多年来他和师妹相依为命，对其是一往情深，只是苦于自己事业无成，故而一直不敢说破。之后马敬白天天带人前来捧场，让戏班的生意是一天比一天红火。但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孟华玲。每次戏院散场后，2人便在私下约会畅谈心事。虽相识不过短短几天，但心里却似是几10年的故人知己。为此痛不欲生的苗华堂只能以师哥戏班的名义暗中阻止2人的往来。与此同时，封建守旧的马母因嫌弃孟华玲是身份低贱的江湖戏子，所以坚决不允许儿子和她交往。马敬白和孟华玲面对重重反对，并没有妥协和退缩，而是决定唱完最后一场戏就一起远走他乡。另外，马敬白将家传之宝鱼肠剑赠予苗华堂，希望他能网开一面，准许师妹离开戏班。当天晚上，台上唱戏的苗华堂回想种种，怒火中烧，兼之2人台上台下眉目传情，更是心如刀绞。随即假戏真做，用鱼肠剑狠狠地刺死了孟华玲。就算死，他也不能让别人得到心爱的小师妹。桑田碧海斗转星移，悠忽间又到了现代。一天，性格开朗前卫的曼芬随舞蹈团下乡演出，偶然邂逅了打杂的秋生。
两人感觉冥冥之中似曾相识，随即展开了交往。但秋生的兄长阿旺是个算命消灾的法师，笃信两人不能结合，于是使用家传的鱼肠剑在暗中做法阻拦。一天，阿旺在当地的一次祈福活动上，不幸从刀梯上意外摔死。秋生伤心之余，背起行囊离开了小镇，前往台北和万分相会。这正是百年修得同船渡，3世修得共枕眠。在这部电影中，胡军全导演的第一世水平最高，除了精彩的打斗外，在美术、布景、画风方面都有着浓厚的传统韵味。毕竟古风武侠是他最为拿手的。李行的第二世拍得中规中矩，总体上比胡军全要稍逊一筹。剧情呢，在今天看来难免有一种琼瑶即视感，但在当年可是最受观众欢迎的题材之一。而白景瑞导演的最后一世情节呢，就显得比较单薄，逻辑细节也经不起推敲。但此节真实再现了不少民间风俗，比如爬刀梯祈福仪式。3位导演虽然水平有高有低，但各具特色。而这种八仙过海、各显神通式的电影，也随着那一代导演的逝去，成为了孤品息影。